波特王什么时候才能良心发现？就是有良心的人才会反共。你不能因为别人讲中共做了破事，你听不惯就觉得别人没良心。看了一下这人过往留言记录啊，还在我连线新疆集中营的受害者家属那集下面说这是认知作战。该集来宾阿图港是家人受到迫害，他爸都还被关在里面不能出来。你说这是认知作战？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没资格管别人有没有良心。你的发言让人恶心，智商低到令人担心，长得还触目惊心，你就包藏祸心，还管别人良心啊？那今天影片要来谈一下本周最热门的时事话题——武统中配刘正雅。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集粉红特报。各位平时上网浏览网页的时候，应该都有遇过一些被弹窗广告影响上网体验的经验，有些还会直接挡住你网页内容，然后你想关掉广告还难点的要命，对吧？今后别再浪费时间关广告了，立刻使用 Surfshark VPN 上网。内建 Clean Web 模式，只要开启这个功能，不管是恼人广告、追踪器还是钓鱼网站骚扰，都帮你阻挡在外，给你一个良好的无弹窗广告网络环境。而且 Surfshark VPN 是采用军规级加密你的网络数据，能一键更改 IP 位置，让有心人士无法轻易追踪你，让你能够更安全自由地上网。这也是我个人连续使用3年，心中至今最推荐的好工具。不止这样 ，Surfshark 还有其他强大的附加功能，像 Antivirus 防毒软体，帮你扫描病毒，移除有害文件，有效远离骇客或钓鱼网站的威胁。现在就点选下方连结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从专属优惠链接购买，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 Surfshark 服务哦。那位高喊支持中共武统台湾的中配雅雅，终于在25号被驱逐出境。我自己在看这整起事件啊，觉得这位中配刘正雅就像照妖镜一样，让一些亲中共协力者纷纷现形。国民党立委叶元之、王宏威跳出来声援雅雅，配合该中配论述，质疑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但刘正雅是多次喊过支持武统台湾，并配合中共散播亲台言论的人。结果这2位蓝委作为台湾人民的公仆，居然在捍卫个对台湾喊武统的中国人的人权。不禁想问，这2位是不是不了解武统是什么意思？武统就是你不接受中共统一，中共就有理由开火，使用武力逼你屈服。这2位到底是哪一国立委？虽然他们也已经没在演了，真的是要罢免掉这些亲中立委。呼吁各位中北部的朋友，还没加入第2阶段联署的，恳请大家赶快去签名联署。另外也有看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董座罗世宏发文声援雅雅，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有瑕疵，痛批台湾政府不保护雅雅的人权。事实查核中心说好的事实查核呢？怎么不先去查核一下是谁先喊武统的？政府依法驱逐，法院裁定也都写给你看了，法官还当庭播放中配雅雅曾在抖音上发布的鼓吹武统的影片，怕你看不够，还放了3支不同的，罪证确凿。挨个对你台湾人天天喊打的，你说要保护他人权，那谁来保护台湾的人权？而且退一步来说啊，雅雅老是在影片中说中国多好，那让一个心心念念中国的中国人送回去中国，这样哪里违反人权了？这分明是成全呐！虽然等到真的要送他走的时候，刘正雅反而在骂说是要把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说中国好的是你，说中国深渊的也是你。而雅雅这番言論也引起強烈粉紅的不滿。呢個亞亞在台灣，你到底係真愛國定係假愛國？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各位同胞，今日同大家講下台灣網紅亞亞嘅事。呢個亞亞在台灣啊，平時就喺網上鼓吹愛國言論，好似對國家好有感情咁樣。但係依家台灣當局要遣返佢翻嚟大陸，佢就唔願意啦，話唔好將佢推入深淵啊！咁就真係離晒大譜啦！唔通大陸就係你講嘅深淵咩？咁就不禁令人懷疑，佢之前到底係咪真愛國定係假愛國？哎呀，我冒昧的問一下，什麼叫萬劫不復的深淵？你所謂的深淵指的是地方還是其他的？如果是地方，你認為哪兒是深淵？如果不是，那是什麼？25號已經到了，為什麼還不回來？是不想回來，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是因為怕跟3個小朋友分離，可以一起帶回來的，因為你家小朋友也說了，想回來讀書。3，你對灣灣媒體說，你所有的言論都只在某音上發布，沒有在外面亂說。我可不可以認為你所有的動作就是講故事給村裡面的人聽？你吃的是左邊的愛春這口飯。4，你認為灣灣不太明什麼主什麼，不符合你要的言什麼字什麼油什麼，那你為什麼還要死乞白咧留在一個不讓你說話的地方？剛後面這位中國網友說得好，一家人就該整整齊齊的，你就帶你小孩一起回去嘛，你小孩也很喜歡啊，為什麼要留在台灣呢？類似中國網友質疑雅雅的影片還很多啊，我只簡單帶各位看2段，我也去強烈查看了其他相關的討論，帶各位看一下，真的是蠻好笑的。雅雅也不是什麼好人，想學夾頭，但實力不如夾頭。台灣驅逐雅雅回大陸是善意之舉，因為人回來了就安全了。歡迎深淵姐回到她心心念念無比熱愛的深淵，為什麼不把孩子帶
带回母亲怀抱呢？天天那么爱自己国家，为啥不带回来？到底爱国不？回来嫁给司马南，强联手。这边补充一下，司马南是墙内知名的舔共爱国人士，将爱国当作流量牟利的人，一定也会为了利益背叛自己的祖国。一旦有更高的利益回报，他们当起汉奸来会比谁都快。给脸不要脸的东西都是垃圾，千万别回来。雅雅凭借着他双面人功力，居然凝聚了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共识，让两边都在讨厌这个人的看法上达成一致。还有一个我不确定是不是反串，但真的很好笑，看一下。丫丫，你看到了我这身后这一块地吗？我已经全部租下来了。我知道你要回来，我就把这一大片地租下来。所以说，吃饭的问题你不要愁啊。回来你还是搞直播啊。但是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地还有点小，养牛可能养不了啊。就是我准备春天我就种些什么辣椒、四季豆，冬天就种白菜然后顺便搞点油菜花，就让别人过来参观一下，收点门票之类的。所以说，吃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租了一块地要养雅雅，是要让她回去吃草吗？不过我们话说回来，我觉得现行法规还太轻，将刘正雅驱逐出境5年真的不够，这类人应该要终身不得入境。像2018年孙安佐事件，他当时在美国跟同学说隔天要带枪去学校开，孙安佐当时还只是学生，结果因为他这一句话，他被美国抓去关。过程中他父母为了救他花了上亿律师费，而关了11个月之后，总算是被放出来，但也随即遭美国驱逐，终身不得再入境美国。那我们对照一下，同样是威胁到他人生命安危，这些现在帮中佩雅雅说话的人，会认为美国戒严吗？会有人因为这件事骂美国没言论自由吗？会有美国官员出来帮孙安佐讲话，说侵犯他人权吗？不会嘛，因为这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犯罪。台湾人都很有同情心，但现在这个情况真的先不要。这位武统中佩到最后都还在向台湾没言论自由，我只觉得台湾给敌国人民太多自由，以及刘正雅这照妖镜，还造出一个叫做 TIFA 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的单位，在遣返当天帮中佩刘正雅开记者会造势，骂移民署迫害中佩，而且该协会还举了一个超莫名的标语：台独政府赶入佩是去假瓜庙公，台湾民选出来的政府怎么会是乞丐？嫁过来的中佩反而变成庙公，颠倒了吧？我也实际了解一下这协会查完觉得有这样的言论不意外，因为看他们过去的言论就已经是亲中共了。去年该协会还发文声援徐春英过，发的时间久，有些观众可能忘了，徐春英就是上次大选民众党想提名的不分区立委，当时引来非常大的质疑，因为他被爆出是有统战背景的中国籍配偶，民众党却想提名他当不分区立委。那时候我有拍片讨论过这部分，结果被大批小粉加小草出征。当时柯文哲被记者问到徐春英还装不认识，结果被网友挖出来早就认识了。最终民间反弹声量太大，徐春英才没有真的被提名。此外，这协会跟人民民主党等左统派团体有多次共同上街抗议或一起开记者会的记录。中佩雅雅记者会当天，也有出现人民民主党的创办人郑春琪，他过去在政论节目中多次表示支持社会主义一国一制，反对一国两制，以及该协会里面还有一位王淑娟，也是人民民主党的，同时也是花莲吉安乡庆丰村村长。这些左统派人士都聚集在一起挺刘正雅。另外，我还要找到一件我觉得可以当参考的资料，那就是中共的《中国社会工作杂志》这份中共党刊也曾刊登过该协会的文章。那提醒大家，毕竟我们在台湾太自由，可能会没感觉，但是中国是有文字审查跟出版审查的，你一般人是不可能在中国随便刊登文章的，而且还是刊登在中共掌管的杂志党刊。那该党刊背后的主管单位是中共民政部，所以我查一查，真的别说是旁人给他抹红，该协会的言行以及过往事迹就已经有红色足迹了。总之看到这边，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这协会是亲中以及是左统派的，也难怪内政部长刘世芳会说出雅雅非普通妈妈，以及连雅雅的律师也是国民党的御用律师叶庆元。雅雅在记者会上特别感谢他一路提供法律援助。那看到这边，我们整理思考一下，近期喊武统的3位中配，就只有雅雅有能力使用这些统派和蓝营的资源，还有办法短时间找到蓝营政治人物和名嘴站台，制造舆论，以及飞回中国后，他要出机场时，多名维安人员围绕他身旁保护他。
当下在现场直播拍他的中国人都被警告，还有直接被封号的，以及事前事后中国国台办都开记者会替他声援。请问各位鲁共学员，一般的墙内韭菜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吗？我觉得他能动用到这么多资源，还有共党国家机器背书，说明此人已经不是一般人，更像是体制内的有身带任务的。墙内部分网友也有同感，全程国安特警保护，果然是有黑衣人在保护。这个过去叫地下工作者，抗战时叫特务。未来5年如果他要回台湾的话，建议移民署真的要慎重考虑，台湾要送一个中国人走，跟中共要抓一个台湾人，成本差超多。中配雅雅要被驱逐还能开记者会，而在中国被抓的复查是直接被抓去关，哪边更没有自由？我觉得应该不难分辨，毕竟连中配申冤姐都说中国是申冤了。那以上透过雅雅这面照妖镜反射出来的，我觉得大家都要提防一下，国安单位也应该预防性调查一下她老公。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人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第一则，恭喜你成为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我小时候讨厌帅哥，结果长大就变成了帅哥。人生就是这么的戏剧化，我也只能接受了。不像你，长得画质低到有点像远古人，我看你不顺眼，真的没事，至少你还在看。相比之下，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青鸟同温层真可怕，波特王说屎能吃，你们一定大口大口抢着吃。你不要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透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好吗？而且为什么反共就会变成青鸟同温层？那你是不是在等于告诉大家蓝白红一家亲？然后我真心有个疑问，我看了很多小草支持者，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你们都长那么像？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杂草病毒吗？染上之后会改变你的外在之类的。支持反共但不支持绿色，绿色波特王。所以说嘛，为什么反共就会被你们这些小草小红自动归类成民进党？再来我问你啊，我们退一步来说，蓝白哪里反共了？你下面留言说给我听，讲不出来的话，你不是反共哦，你是反制。畜生波特，对你简称的很好，我就是专门处理像你这种畜生的波特。民进党的坏是全国人民亲眼看见了，你讲错了吧？是民众党的坏吧？到现在还支持民进党的人，不是坏到极点，就是蠢到极点。我是台湾人，我坚决反绿共，到现在还能甘愿当小草了，我合理怀疑你们的前额叶都有问题。而且你是不是真的台湾人，我还不确定，毕竟现在反串的小粉很多。但如果你真的是的话，我觉得你要为拉低台湾人智商平均值负起最大责任。然后真有绿共，你早就被抓了。2025了，还在绿共，我看你是细汉的时候后出共过头啊！武力统一台湾，留岛不留人，只有中国人有资格留在这片土地。字打好，好不好？我真的每个月都会看到这种留言，我相信我下个月也会再次看到。但我想跟这些小粉们说一声啊，你辱华了，你是台独分子，知道为什么吗？注意看你自己说的，只有中国人有资格留在这片土地。我请问这位小粉红，现在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是谁？台湾人对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台湾人？但中共都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你怎么会觉得台湾上面是台湾人？当你说出要武统只留中国人的时候，你变相已经分裂祖国了，已经说明你心中有台独，被波特老师听出来了。不然照你的粉红逻辑，应该要都是中国人才对啊！抓到台独分子。咦，记得波特王不是很轻松，怎么会反陆配？很怪。这位留言的老哥啊，建议有空时去看看眼科。然后下面帮我回复的网友啊，那是比特王，记住哈利波特是魔法师，比特犬是狗。说得好，这边我给你个大拇指。没错，大家记住口号：哈利波特是魔法师，比特犬是狗。波特王反共，比特王亲共，两个是不同人。我本人有露脸，山寨的没露脸，双方生意也根本不一样，不要再认错了。查下这。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割走台湾。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战败后归还中国满洲和台湾。台湾的自治现状也是因为中国的国民党政权退守并割据台湾，所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小凤这段历史错得离谱，逻辑更是拐进了死巷子。来，我帮你补课。首先，1985年清朝在马关条约里正式割让台湾给日本，人家是大清帝国，跟你现在的中共国没关系。再来，1943年的开罗宣言是美国、英国、中华民国3国领袖开会时的政治表态，根本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没有写台湾要归还给谁。真正有效的是旧金山合约，当年的大日本帝国在里面说，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但重点来了，关于交给谁，可是一句话都没讲，这点非常关键，这也是台湾主权争议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低，所以也才为什么会有台湾主权未定论。但不管怎么样看，绝对不会是中共的，因为你家中共当年根本没有参与在其中，好吗？然后说什么国民党割据台湾，你这样讲一半也是忽略事实，你等于是把70多年来台湾的民主发展、司法独立、总统直选、言论自由等等，全部都当没发生过。但台湾今天的主体性是台湾人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最后你那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是说中华民国，那还勉强能通，但你这样说会辱华。要是你要扯说是中共国的，那又偏离现实，因为中共1949建政至今，连台湾的土地都没踏上过半步，这样都要凹说台湾是你们的，那我只能说你格局小啦。你其实可以干脆说美国是你的了啦，干脆说全地球都是你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啦。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连结。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